沈飞第6代战斗机的气动布局代表了当前世界航空工业的最高集成水平，其通过可变几何边条、肋下 DSI 进气道与全动翼尖缆姆达机翼的3重协同，实现了 RCS 小于 0.001 平方米的宽屏全向隐身、苛刻的航母短距起降，以及 2.2 至 2.5 马赫巡航速度约束下的飞发一体与一身融合的革命性的设计突破。通过长达30年对苏霍伊侧卫系列战机引进、仿制、改进和再创新，加之中国首款隐身舰载战斗机歼35的承前启后，沈飞6代机身后的气动布局设计哲学值得我们从技术细节逐层解构。沈飞6代机把边条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全球首创的可变几何边条横空出世，完全替代了压翼。通过边条和进气道一体化设计，沈飞6代机也首次创新采用了被翼面完全覆盖的肋下可变 DSI 进气道，大幅度提升进气道效率的同时，砍掉了传统两侧 DSI 进气道突出于机翼的复杂进气道边缘，尽可能精简全机线条。我们知道，边条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驯服涡流的历史，也是一部从流体力学的理论革命到战斗机标配的工程应用的历史。边条的基础理论源自大后掠翼，而早期的飞机一般都采用平直翼，这种机翼设计随着飞机飞行速度接近音速，飞机会遇到极大的激波阻力，平直机翼飞机很可能会迅速解体坠毁。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阿道夫·布斯曼在1935年提出了后掠翼理论，将机翼后掠可延迟激波形成，从而显著降低跨音速阻力。后掠角每增加10度，跨音速阻力降低约 15%。不过当时的风洞无法模拟跨音速流动，布斯曼的理论长期被视为纸上谈兵。即便1942年首飞的梅塞施密特 Me262 采用18度后掠翼，但主要出于重心调整需求，而非布斯曼的理论指导。战后，布斯曼被美军回形针行动招募，进入 NASA 兰利研究中心工作，后掠翼理论遂传入美国。F-86 配刀采用了35度后掠翼。苏联同样通过缴获资料和招募德国工程师，推出了后掠角同样是35度的米格15。1950至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 F-86 配刀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苏联空军驾驶的米格15的对抗，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喷气式战斗机空战，也是德国人的后掠翼技术的首次实战检验。1951年，还是基于德国人的技术遗产，世界上第一架可变后掠翼飞机 X-5 充分验证了大后掠前缘的减阻效果。后掠翼技术为边条的大后掠尖锐前缘的设计奠定了基础。1960年代，在 NASA 风洞试验中首次观察到，大后掠的边条可在机翼上方形成强涡流，涡流将高能气流注入机翼上表面，延缓气流分离，显著提升升力，升力系数可增加 0.5。美国空军后来正式将此类设计命名为边条，以区别于传统前缘襟翼。1972年的诺斯罗普 F-5虎式战斗机是首款采用小面积边条的量产机，其边条面积仅相当于主翼面积的 2.2%，F-5E 的边条面积增大为主翼面积的 4.4%， 升力提升了 12% 之多，但当时还远远谈不上涡流控制。1974年首飞的 F-16是第一款将边条作为核心设计要素并大规模列装的主流战斗机，首次系统化的将边条与飞控、气动布局融合，成为后续战机的标杆。其边条比较平缓，侧重亚音速机动性。铝合金整体洗削边条仅重45公斤，面积约 1.8 平方米，占机翼前缘约 25%， 占机翼总面积 7%。前缘半径十分尖锐，仅2至3毫米，优化涡流生成效率，涡核直径 0.15 米。在迎角为25度时，涡流增生使得升力系数提升 0.4， 涡流还延缓机翼气流分离，失速迎角从22度推迟至28度。涡流还增加外翼段动态压力，滚转速率达270度每秒，
优于 F-15的200度每秒，使其成为首款能安全完成赫伯斯特机动的量产战机。作为能量机动的代表性战机 ，F-16的边条涡流减少诱导阻力。0.9 马赫盘旋时，能量损失比 F-4鬼怪低 35%。此外，涡流覆盖进气道唇口，实现进气道保护，大迎角时进气畸变大幅度减少 40%。1978年首飞的 FA-18作为美国海军主力舰载机，大边条更是其标志性设计，一箭三雕，同时解决舰载机3大核心难题：低速升力不足、大迎角失控风险、发动机进气效率。FA-18EF 的边条增大了 30%， 边条前缘在15度至45度高迎角时产生强涡流，得益于边条涡流对垂尾的气流补偿，甚至可在70度大迎角短暂维持稳定飞行。边条是舰载起降的升力倍增器 ，FA-18着舰阶段升力系数提升 0.6， 着舰速度可降至240千米每小时。弹射起飞时，边条延迟前缘气流分离，允许以更大的12度迎角起飞，减少蒸汽弹射器压力 15%。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实战中 ，FA-18的大边条涡流增强了低速稳定性，其在30米超低空投弹时，姿态波动比 F-16小 50%。一架 FA-18被导弹击碎右侧边条后，仍能返航。涡流不对称，但仍然高度可控。而1977年5月20日首飞的苏27的边条，在冷战时代堪称登峰造极。我们知道，在开始设计苏27的前5年里，苏霍伊设计局先后研究了20个气动布局，最后确定苏27的基本气动布局为：弓形前机身与机翼通过钛合金大边条平滑过渡，形成一身融合升力体。发动机舱置于升力体下方，并相互独立。其设计的优点不言而喻，直达雷达罩的边条产生的涡流附着在升力体上，不仅增加了涡升力，还延迟气流分离，提高各可控翼面在低速范围内的效率。一身融合体由于翼身之间边条的过度平滑，所以干扰阻力很小。而在飞机迎风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一身融合体的摩擦阻力也较小。同时，狭长的前机身在飞机高速飞行时，有利于减小飞机焦点移动，因而减小了配平阻力。此外，一身融合体还能提供较大可利用内部空间，以便于增添电子设备或燃油。苏27采用了十分复杂的大边条，内段后掠角为73度，外段转折为42度，约占 12% 的整体机翼面积，根弦长达 4.5 米。采用了半径为5至8毫米的盾圆前缘，产生的涡核直径达 0.3 米。为了解决边条涡流会在约一根 30% 弦长处突然破碎而导致升力崩溃的问题，边条前缘增加了 0.3 毫米高的微型锯齿，将涡破碎从原来28度迎角推迟至45度迎角。边条表面还嵌入12个高15毫米三角形钛合金小翼，强制涡核保持稳定，使得涡流寿命延长3倍。加之优化的涡流平尾耦合控制，在110度迎角时仍能通过边条涡流提供眼镜蛇机动的稳定性，而且涡流提供的横向稳定性使苏27比 F-15快2秒改出尾旋。我们知道，苏27早期的原型机 T10进气道会被边条涡流完全遮蔽，而导致发动机喘震边界降低 60%。1.6 马赫时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仅 0.7。经过优化，苏27的边条产生的脱体涡流经进气道上方，改善唇口流动分离，但不直接参与气动压缩。大迎角时，边条涡流还减少了非对称进气风险。舰载机苏33和歼15在航母上短距起降时，尤其依赖此效应来克服着舰时的复杂气流干扰。进入5代机隐形时代，需要彻底革新传统边条，其核心目标从单纯的气动性能优化转向引申气动结构的多目标平衡。
比如 F-22，在几何设计的引申优先原则下，机头棱边进气道口上表面前缘，进气道与主翼之间表面上缘窄边条，实际上是3组涡流发生器复合使用，其效果与传统的边条相当，不过其等效面积大幅度减少。F-22的边条仅占机翼面积4%，涡合直径从 F-16的0.2米降至0.1米，升力增益比 F-16减少40%。为了支持超音速巡航，还需要优化机波阻力。F-22边条与机翼前缘形成连续压缩面， 1.8马赫时机波阻力比 F-15低25%。超音速巡航下边条受热严重。F-22边条内部嵌有镍钛诺形状记忆和金丝，超音速时自动调整前缘曲率，以补偿热变形。不过 F-22的边条缩减导致涡流增生有限，还导致瞬时盘旋率仅21度每秒，大幅度低于 F-16的24度每秒。近距格斗十分依赖发动机矢量推力。苏57则继续把苏27边条的气动暴力美学推向极致，继承了苏联时代对极端机动性的执着，首次采用了可动边条。苏57的边条作动机构改进自苏 35S 的前缘精益驱动系统，但行程更大，从苏35的正负12度变为正负20度，采用了可承受12G 过载的钛合金铰链，液压电动混合驱动，响应时间为 0.3秒。展开时，前缘最大下偏20度，增加机翼有效弯度，使得升力系数增加 0.4， 延迟失速至40度迎角。进行超机动时，可动边条使机头指向速度比 F-22快 1.5秒，配合3维矢量喷管，可实现落叶飘。苏57还把边条与进气道一起进行深度整合设计。边条展开时，其涡流被导向进气道两侧的辅助进气门，实现负面层抽吸，抽气效率比苏35高15%，而且其边条前缘延伸至进气道入口，形成预压缩斜面，从苏27的单纯涡流发生器升级为进气道气流的主动预压缩，而主动预压缩在进气道前形成多道弱斜激波，将空气减速至亚音速时，其总压恢复系数提高15%至20%。苏57在 2.0 马赫时仍保持 0.88， 而传统设计总压恢复系数仅为 0.75。预压缩激波还可以与机身激波耦合，形成有力干扰，将超音速波阻降低30%。预压缩气流均匀性还减少了发动机叶片湍流。苏57实测数据表明，降低了尾喷管温度场峰值约100摄氏度。不过苏57的可动机构导致 X 波段下的边条接缝处 RCS 峰值达 0.01 平方米，相当于 F-22同类区域的3倍。苏57的可动边条是苏联气动哲学的最后倔强，宁愿牺牲部分隐身，也要换取极致的机动能力。正如苏霍伊总师米哈伊尔·斯特雷勒茨所言，真正的战斗机应该像冰刀一样锋利，而不是像隐形墨水一样消失。进入6代机时代，战机需满足全向宽屏隐身、长时超音速巡航、宽速域超机动、多域协同等尖端需求。边条的技术挑战远超5代机，沈飞6代机的边条的演变深刻反映了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积累与战略选择。1970年代仿制于米格21的改进型歼7翼，增加了双三角翼，机翼外断后掠角降至42度，间接实现类似边条的涡流增生效果。难产的歼9采用的是两侧进气压式布局外加边条的方案，其演变成歼10的全动压翼加三角翼的气动布局，但程飞念念不忘边条，后来提出了压翼和三角翼之间采用边条过渡的改型草案，其最终演变成歼20的边条设计方案。作为世界上首款服役的具有 DSI 进气道的战斗机，枭龙战机采用了大边条中等展弦比梯形机翼，具有突出的中低空高压声速机动作战能力，其是中国航空工业从技术跟随转向自主创新加国际输出的关键一步。2005年，歼11B 的边条改用国产 T800碳纤维蒙皮，
比苏27的边条减重15%。2012年，歼15舰载机完成边条舵面耦合控制算法，以应对航母起降时复杂的湍流。而歼16作为中国在苏27 UBK 基础上深度改进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其边条设计在继承苏27气动基因的同时，通过材料、结构、引申、电子战4方面的创新，实现了性能的全面提升。首先，通过几何优化，实现了更精细的涡流控制。苏27边条内段73度后掠角过渡到外段42度后掠角，歼16边条则改为内段从70度后掠角过渡到外段45度后掠角，前缘半径从5至8毫米变为3至5毫米，同时面积也进行了一定缩减，从12%机翼面积减少为10%。歼16的跨音速阻力降低了8%，解决了苏27边条机波与主翼机波干扰导致1.6马赫后阻力骤增的问题。此外，边条根部与进气道进行平滑融合，而 CES 降低约20%，且边条根部连接件使用激光增材制造，寿命延长3倍。苏27的边条是全钛合金焊接，重约120千克。歼16边条蒙皮采用 T800级碳纤维，骨架升级为 3D 激光增材钛合金，减重25%。歼16的边条末端还增加锯齿切角，以便散射 X 波段雷达波。苏27的边条仅作为气动面，而歼16的边条内部还嵌入共形阵列天线，用于电子侦察和干扰。歼16的边条改进证明，中国航空工业已彻底吃透苏27的设计哲学，并注入引申化、信息化、多任务化的新时代需求。这种改进不是简单的魔改，而是基于实战需求的系统性重构，既保留苏货1的气动暴力，又赋予它智能时代的精确锋利。歼20的边条设计则体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对5代机核心需求的独特理解，在引申优先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气动布局和主动控制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超机动能力。其设计既不同于 F-22的引申妥协，也不同于苏57的机械暴力，而是走出一条融合式技术路线。歼20同时采用机头棱边加压翼加主翼前边条的综合布局，可以得到高达60%的升力增益，这比 F-22主要依靠机头棱边加进气道外缘边条的10%增益，苏57的机头棱边加可动边条的30%增益高出不少。这正是歼20气动设计的最大亮点所在。考虑到歼20的压翼面积较大，距离机翼较远，有利于配平和俯仰控制，这样压翼造成的阻力较小，适合高速飞行。不足之处就是压翼的涡流与主翼涡流的耦合效应减弱，所以特别在压翼和主翼之间以碳纤维钛合金混合骨架的三角形边条作为过渡。三角形边条在不破坏引擎的前提下，使得边条涡稳定机头的托体涡，改善机翼根部流场。特别在大攻角时，神来之笔的边条涡处在机翼上表面，与压翼自由涡和机翼主体涡相干涉，形成了三涡一体的非线性升力，极大地改善了全机的流动特性。正如成都飞机设计所总师王海峰的评价，歼20的边条不是最强的，但一定是综合得分最高的。歼35作为中国首款引申舰载战斗机，其边条设计在继承歼20部分理念的同时，针对舰载起降海洋环境引申需求进行了全方位优化。边条前缘局部通过形状记忆和精铰链可向下偏转10度，疲劳寿命达10000次，可增大有效弯度，升力系数提升0.3，以应对航母上短距起降，着舰速度可降至240千米每小时，而歼15为260千米每小时。同时30度侧风时仍能维持涡流稳定，比法国阵风 M 高15%。在引申修行方面，机头棱边进气道棱线均严格平行，反射波束集中控制。3D 增材制造技术进一步应用的如火纯青，边条内部采用拓扑优化钛合金晶格结构，重量比传统锻造件轻30%。显然，
歼35的边条通过智能变形、材料革命等核心技术，实现了舰载5代机的非对称超越。在沈飞6代机上推测采用了真正的可变几何边条，相比于苏57的全动边条、歼20的全动压翼，或者美国所谓6代机 F-47的压翼，其实现了极致的跨速域性能优化与隐身增强。在短距起降、亚音速飞行和大迎角时，需要大边条生成强涡流增生；长时间超音速巡航时，需减小边条面积以降低机波阻力，提升突防隐形能力，减少热效应以降低红外辐射。沈飞6代机边条采用了极具创新性的材料，在基于应变率6%的镍钛诺形状记忆合金变形骨架，可承受2万次折叠循环的碳纤维硅橡胶柔性复合材料，以及精度0.1度、响应时间小于10毫秒的微调前缘曲率的压电陶瓷纤维做动筒等智能材料的加持下，可以实现30%的面积变化。关于镍钛诺形状记忆合金，沈飞6代机并非首次应用 ，F-22边条内部就嵌有镍钛诺形状记忆和金丝，超音速时自动调整前缘曲率，以补偿热变形。不过，沈飞6代机是把镍钛诺形状记忆合金作为整个边条的骨架，其工程挑战难度是超乎寻常的。镍钛诺合金在加热至临界温度后，能自动恢复预设形状，从而自主改变气动外形，实现比传统机械结构更轻量化、更高可靠性的自适应变形。沈飞通过成熟的3D 增材技术，制造拓扑优化的多孔蜂窝状镍钛诺骨架，保持等效刚度的同时，比钛合金轻40%。通过被动气动加热触发和主动超高电热毫秒级响应驱动，可以实现变形幅度正负15度，超过50万次的变形循环寿命。压电陶瓷纤维做动筒可以通过电场进一步精确调控边条形变。我们知道，压电陶瓷在电场作用下会产生微米级形变，且压电作动可达1000赫兹频率，远超传统液压舵机约50赫兹的频率，单个作动单元仅重20至50克，全部做动筒重量降低70%以上。同时，通过层叠放大结构，可将应变幅度提升至1%以上。将多层压电陶瓷纤维做动筒嵌入碳纤维硅橡胶柔性复合材料机体中，通过机载计算机控制电压信号，就能对边条的弧度、弯度或局部鼓包形态进行精细微调。整个边条预制多种记忆形状，包括巡航态、高迎角态、隐身锯齿态等。比如在2马赫超音速巡航状态下，气动加热使骨架自动前缘下弯10度，抑制机波分离，降低机波阻力。过失速机动时，飞行员触发电脉冲加热，骨架瞬间扭曲凸起，形成强涡流发生器，将失速攻角从30度提升至70度。针对火控雷达 X 后波段，边条本身没有任何作动间隙，隐形效果自然更优秀。同时，边条边缘还可进行0.5厘米振幅的周期性波纹变形，以生成雷达散射抵消锯齿，进一步强化隐形。在颤振抑制方面，通过传感器做动筒闭环系统，可以抵消跨音速阶段边条颤振，减少结构疲劳。当然，也完全可以集成智能蒙皮，实时解算气动、隐身和热载荷数据，实现边条自感知、自决策、自调节的闭环。在风洞测试中，相比传统固定边条，其亚音速升力系数提升幅度达20.8%，超音速阻力系数降低21.9%，跨音速加速度增加18.7%。基于采集的歼20飞控数据进行 AI 训练，能够大幅度优化变形参数。在高烈度假想对抗场景中，近距格斗时，边条展开并配合推力矢量，可实现70度瞬时指向，大幅超越 F-22的60度。超音速巡航时，可使沈飞6代机在超视距空战中多获得8至10秒导弹不可逃逸区窗口。在隐身约束下，可变几何边条可将侧向散射风从正负30度压缩至正负15度，从而降低35%的雷达探测概率。
甚至面对不同波段雷达时，边条变形可以改变散射相位，实现动态 RCS 迷惑，还能提升红外隐形效果。在超音速巡航时，边条收缩状态可以将边条激波热辐射减少 22%。另外，沈飞6代机的边条会深度参与进气道气流的整理和预压缩，这点与歼20不同，反而与苏57更加类似。歼20的大边条位于压翼和主翼之间，在进气道口后方，所以只有歼20的两段式折线机头棱边对进气道起作用，其机头边条涡流被导向 DSI 进气道外侧，形成气动屏障，减少进气道唇口流动分离，抗畸变能力提升40%之多，但不提供气体预压缩功能。而沈飞6代机通过边条与进气道的一体化设计，实现了两者的深度整合。具体说来，沈飞6代机的 DSI 进气道与包括歼20、歼35和 F-35等在内的所有现役隐形战机的两侧 DSI 进气道有明显差异，其采用了肋下布局，看起来更接近 F-22进气道的布局，或者说是歼35两侧进气道和苏57翼跟下方进气道的某种融合。为此，沈飞6代机 DSI 进气道唇口形状接近平行四边形，与成飞6代机采用下侧的加莱特进气道不同，沈飞6代机既保留了 DSI 进气道无负面层隔道的轻量化和有利于隐形的优点，还融合了加莱特进气道的长处，把 DSI 进气道相对复杂的唇口用边条和主翼覆盖，极大精简了机身线条，进一步强化了全向隐身性能。另外， DSI 进气道不同于有负面层隔道的二元进气道或加莱特进气道，其本来就应该与机身做一体化设计。沈飞6代机更进一步，边条前缘与 DSI 鼓包采用了共形微分几何曲面，配合聂泰诺形状记忆合金的 DSI 鼓包变形，既联合优化边条和鼓包的雷达散射，还消除传统 DSI 进气道与边条结合处的流动分离，最多降低超音速巡航阻力约 12%。 在进气道气流管理方面， DSI 鼓包顶部生成低压涡，与边条涡形成涡耦合增强效应，提升大迎角下进气道流量系数。试验数据表明，70度攻角时仍保持 85% 流量效率，远优于 F-22的 65%。此外，对 DSI 唇口的前缘也可以应用可变边条技术，高速时减小进气道唇口前缘半径。相比传统 DSI 的钝圆唇口，其在超音速时会产生斜激波，与边条生成的预压缩激波形成稳定交叉激波系，可以将2马赫的来流进行预压缩，并减速至进气道喉道的最佳马赫数。风洞试验还显示，尖锐 DSI 唇口在 2.8 马赫时，总压恢复系数比歼20的半圆形唇口高 8%， 喘振裕度提升 15%， 显著优于现有 DSI。沈飞6代机通过可变几何边条和可变 DSI 进气道的一体化设计，解除传统设计中的气动枷锁，用空气动力学为动力系统创造定制化呼吸。第6代战斗机的出现，标志着战机设计从技术迭代迈入范式革命，其影响远超5代机对4代机的升级。沈飞的可变几何边条的技术成熟度，假以时日达到工程化水平，可让中国6代机在超机动性、隐身适应性、结构效率3大领域同时建立代差优势。战机不再需要为亚音速与超音速性能取舍，也不必为隐身牺牲机动性。当沈飞6代机的边条如鹰隼收展羽一般自适应变换时，每一刻推力的背后都是涡流与激波共舞的精密艺术。这背后更是中国航空气动、材料和隐身3大技术域的融会贯通。